去的不要了，落空的不再惦记了，不爱了就爱别的，遗忘的不想了，不再见的再不见了，眼泪掉了就掉了。生活就算再正常，生命还不是无常，就用人类的日常放过人生的无常。管明天天气会是怎么样，今天的雨还是要当欣赏。管明天的花会不会盛放，眼前的蝶还是迷恋花香。管明天天空会是怎么样，今天的蓝也要好好珍赏。管明天的蝶会不会飞翔，此刻的谁也为它鼓过掌。人生还会人生路长，我就是眼前的日常。当每天好像没明天一样，再多长有多么不平常，多简单。小新这几天过得特别不好。摔倒这些架子要多少钱啊？你可以为我作证吗？他这段时间肯定处处被针对。没事了，没事了。陆子星，你疯了是不是？你人前一面背后一面，你到底有几副面孔啊你？那你为什么要隐瞒工程的助理？第一，我可以阻止陆子欣接近工程；第二，我知道工程的行程，就更能够促进他和裴恩彩的关系。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我喜欢你。身为一个男人，情感要专一，精力要集中，千万不要被这些花花草草扰乱了你的生活。一定要等到最合适你的那个人出现，才能够出手。例如说，那种细心、体贴、温柔、美丽、善良、大方、可爱，而且头发还长长卷卷的那一种，遇见过没有？没有。别担心，缘分说来就来。缘分来了。记住，专一。那天在电梯里，谢谢你保护我啊。没事，我应该做的。哎，你干什么？这堂选修课没有你。我东西落这儿了。别再这样了好吗？不要再接近别的男生。我跟你说过了，这样我会受伤，我心都碎了。别再伤害我了好吗？好，我先走。跟我过来，有东西给你。送你的，打开看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这个数位板，你就能好好画画了。只要努力，一定能成功。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成功吗？当然了。想我当年啊，算了，你不会关心这个的。倒是如果你想画漫画的话，我可以教你。你也会画画？我的水平都可以当你的老师了。
算了，这个我不能收。干什么呀？你别给我省钱啊！现在我可是工程的助理，我今非昔比了。对啊，我都忘了，你现在可是工程的助理，是你抢了我年薪100万的工作，不缺钱。走了。怎么到处都有你啊？早，吴总，木功课。怎么？昨天晚上休息不太好？我感觉我一整晚都没睡。这几天工作太累了吧？这节选修课就我们2个人啊？看样子是啊。这可能就是缘分吧。阿才，你现在还在跟陆子欣冷战吗？要不要我出面把你们都约出来，当面解释一下？有什么好解释的？已经很清楚了呀，他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朋友。可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啊。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看来一切顺利，我预习下接下来的剧情。陆子欣知道裴恩彩对自己心存芥蒂，故意当着工程的面将特制颜料泼在自己身上，栽赃无辜的裴恩彩。一般恶毒女配和女主角发生争执时，男主角都会选择相信女配。果然，工程误会裴恩彩，急于报复，两人刚有转机的情感再次跌入冰点。以目前的情况看来，陆子欣和裴恩彩的状况是水火不容。不行，我得去维护我的奋斗成果。哎，陆子欣，快去趟教务处，王老师找你。等一下，快点，快点！办案工具，全都给你收掉，不能让你再伤害别人。阿才，不是我们干的，还装！别以为我不知道，手稿是你们撕的，对不对？泥塑教室的事情也是你们干的，对不对？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呀？我有让你们这么做吗？我跟他之间的事情用得着你们来管吗？手稿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你们不知道吗？阿才，之前我把你锁在了舞会的化妆间，是我不对，因为工程原本邀请了舞伴恕我，可是后来你的出现又让我进退两难，还有泥塑教室和手稿的事儿，
我误会你让晨曦和安琪来逼我退学，所以我一直都在回避你。现在我知道这些都是一场误会，所以我想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啊。手稿的事情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以后再发生这种情况，你得告诉我。我们还能做朋友吗？为表歉意，这个请你喝，谢谢。小星，你这个咖啡的味道怎么有点怪怪的呀？阿彩，你的阿彩，你的嘴就要变成彩色的了耶！这个颜料是特制的，粘在皮肤上真的很多天都洗不掉的。那怎么办呀？我还要不要见人了？阿彩，陆子星，你对我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话，你尽管正大光明的过来，不要搞这些见不得人的小动作。我陪彩奉陪到底。不是阿彩，不是我做的这件事情。不用解释，我不想听，我再也不会把你当做朋友了。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认识你。他就是个阴险小人。就是阿彩，就你觉得他是好人？陆子星，我都听说了，你又对阿彩做了什么？你能不能把你的精力用到一些正经的地方？能不能不要搞事啊？我到底做什么了？为什么连你也要这么说我？你现在不玩陷害栽赃，而且人身伤害了。你以为你把裴恩才嘴巴弄花，宫城就不会喜欢裴恩才吗？你以为宫城不喜欢裴恩才就会喜欢你吗？这么损人不利己的事，你怎么做得出来啊？何姐，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如果真的喜欢我的话，就不会把我想象成这个样子了。那杯咖啡本来是想给你喝的，都是我惹的祸。我有话要问你，为什么要说小心？我们没有，我都已经知道了，你们到底有没有？不是我们干的，过来说清楚。你以为宫城不喜欢他就会喜欢你吗？你根本就不喜欢我。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就不会把我想象成这个样子了。奇怪，陆子欣能约谁呀？小青，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件衣服，等会儿就过来了。好。你来干什么？颜料的事情是一个误会，我觉得我们应该坐下来谈一谈，我跟你解释清楚。没什么好解释的，我今天只想打球。既然你来了，那我们好好打一场吧。什么情况？陆子欣，你做什么啊？你不是要打球吗？我陪你打，别欺负何特助。好，来。
俩别太认真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小青，怎么了？你没事吧？没事。陆子星欺负何特助，一直凶他，还拿球打他。不是，事情不是这样子的。那天的事情是个误会，我只是不想听，更不在乎。我是为了你好。我可不可以拜托你不要再一口一个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你又不是我的朋友、家人、老师或者别的什么。我过得好也罢，坏也罢，都跟你没关系。何特助，哇，谢谢啊，你也挺细心的嘛。我没有给别人擦过药，你自己擦一擦吧。没问题，放心，这都是小伤。我向你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我也再也不会让别人伤害到你。有时候我还真是搞不懂女人。这点我和你一样，我也搞不懂他们。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招你做我的助理吗？我想应该是因为我外貌出众，才华横溢，能力又过人吧。我感觉你和我认识的其他人都不太一样，你总是一副能够看透人心的样子。哎，你之前跟我说过我是什么霸道总裁的人设，什么是人设啊？人设，比如说你学漫画的吧，那你总要给人物一些性格和特征。像你一出生就很有钱，也有很好的运气，又有很好的父母，这就是你的人设。这样吧，比如说你想要画一个苍老但严肃的人物，你可以给他一些皱纹和特殊的衣着，但是还可以加上一些符合人物性格特征的小道具，例如给他一副毫无划痕的老花镜，或者是一根简约光亮的拐杖，像这样。原来你会画画啊？会啊。我觉得你做我的助理实在太可惜了。你还想让我做什么？我给大家宣布一个消息，在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画家来做我们学校的绘画顾问，掌声有请何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何锦。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水晶学院的艺术顾问。我不仅会关心大家的学业，偶尔我也会干预一下你们的生活。继续啊。陆子星，现在我是你的老师了，你是不是该听我的话了？哼！哎，你要我怎么跟你证明我是真心的在关心你？别有抵触情绪，行不行？何姐，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有抵触情绪吗？不知道。就是因为你一天到晚总是对我摆出一副让我知恩图报、感恩戴德的表情，就是你现在这个表情，知道我为什么烦了吧？谁
漫画里我的确设计过这个狗血情节，但也是很靠后啊。宫城和裴恩彩冰释前嫌后，陆子欣为了逆袭，在宫城妈妈查出肾衰竭后，对自己下了狠手，破釜沉舟地捐出了一颗肾。这招终极苦肉计，换来了宫城满心的愧疚和感恩。宫城的爸妈也将陆子欣当作女儿看待。就这样，陆子欣以疗养身体的名义，正式入住宫城家。捐肾啊！他和宫城都已经没关系了，还想着要捐肾？不对啊，这可是肾呐！程程啊，你怎么知道我爸妈这么叫我的？我不知道啊，我只是想说这样叫你比较亲切嘛。哎，对了，说到你爸妈，我来这里这么久，怎么都没有见过他们呢？你知道，像他们这种年纪啊，再加上我们经常不能陪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身上如果有什么小病小痛啊，久了以后，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了。我爸妈每个月都会去医院体检2次，身体很健康。好，如果他们是健康的就好了。那我们来聊聊别的吧。聊什么？聊你的感情啊。嗯？哎，先说裴恩彩吧，虽然长得漂亮，但特别傻，而且沉不住气，一点就着。也不完全是吧，她是属于直爽、率真的女孩。所以你这样帮她说话，是对她有点好感喽？好，没关系。那陆子星呢？她是和裴恩彩不同类型的女孩。她很聪明，也很有想法，独立坚强。那你觉得她有什么缺点吗？脾气不太好。对，她就是脾气不好，就是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她做的大部分事情呢，都是为了一己之力，剩下的事情都是为了有利可图。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个女生比较起来，是不是裴恩彩的个性更可爱、更讨喜啊？你怎么了？肚子很疼吗？一种很奇妙的感觉，难以言喻的疼。哎，何老师，你去哪儿？喂，学生管理处吗？麻烦你给我调一下陆子星同学的具体地址，我想知道他家住彩虹路几号。没错，我要家访。这里，这和我小时候，这也太像了。我和你要钱，你说没有？没有钱你就买到这个，你给我过来，拖油瓶！你还给我！那是别人送我的书一本。打死你！别打！打死你！不要打我！住手！是你，装有钱人的骗子，你还敢来这儿？哼！你知道我是谁吗？哎，核桃主，喝茶。哎，有点烫。这么烫怎么喝呀？你干嘛打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他是对我很重要的人。啊！我警告你啊，你以后如果再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就……放心，不动，保证不动。来，喝水。走，喝水，我们去喝咖啡。哎，走啊！陆子星，你可以啊！大姨妈来了还吃辣？你是变态吗？这种事情怎么可以随便说出口？
什么我感觉你好像比我还疼啊？我疼在心里啊。手伸出来。你干嘛？你干嘛？你这里有伤。你怎么知道我这里有伤？我自己都没发现。我就是知道。我真不明白，你们那种家庭关系是怎么维持的？他在我妈最需要的时候出现，所以让我妈一直到现在都坚定地认为他是个好人。总之，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你就先别跟他硬碰硬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找我。你呀，要懂得爱护自己，珍惜自己。你要知道，你难受不只是只有你一个人痛苦，也会有人陪你一起痛的，明不明白？哎，算了，你不会明白的。你也看到我家里的那个情况了，我也没办法回家。今晚我能去你家吗？真是欠了你了。不对啊，什么不对啊？你不是想跟我回家，你是想跟我回宫城家。你不想帮我就算了。陆子星，这个女人根本就不配得到别人的关爱。你要带我去哪儿？酒店，开房去。有家不住，去什么酒店啊？我只是想借住一晚，又关宫城什么事儿啊？喂，何老师，程程，你知道男人最无法承受的痛是什么吗？是什么？就是……哎，算了，不说了。但是我突然之间明白了一个道理：男人要对女人好。女人好了，男人才会好。谁啊？起这么晚？这么早啊，亲？你到底要干什么？我给你准备了早餐，营养满分，美味可口，带给你整天满满的能量。我不想吃，你走吧。不吃早餐会得胆结石的。那我吃，你走吧。还有，这是我特意为你煮的红糖水，你当要喝也要把它给我喝完，知道吗？你们喝了之后一定下次能考第一。哎，阿彩，你先喝，锅我那还有呢。你知道刚刚谁来找你吗？你猜？是宫城，他约你出去吃饭。
从初次见面练习说再见，习惯听你爱的歌，当你不在我的身边，每年生日许的愿没实现，梦的境遇悄悄搁浅，不想改变的全都改变，从你的拥抱出发去冒险，我好想勇敢一点，转身却还不够熟